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尊。這一期我想要來聊一聊人為什麼工作。當然，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打工族嘛，工作就是為了生活，為了錢，為了繳房貸，為了繳車貸，為了結婚生孩子。年輕人究竟有咩動力驅使你喺呢個暴雨下工作啊？係愛啊，定係責任啊？係窮啊，屌你個閪！那麼同時呢，我們也看到很多人非常不滿意、不開心，工作很壓力，老闆很刻薄、不人道的工作環境，大家都要忍氣吞聲。所以工作這個東西呢，可以說是從奴隸制度演變而來的吧。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奴隸嗎？講到奴隸呢，我們腦海裡總是出現鐵鏈鎖着腳啊、鞭打啊、被強迫勞動。但是如果你以為奴隸只是存在在歷史上，你可能就低估了我們現代社會的精緻程度吧。在蘇聯時期呢，那個 Joseph Stalin 史大林將大量的囚犯，包括政治犯，送往偏遠的地區從事強制勞動，包括開礦啊、伐木、修築鐵路，還有運河。他們利用這種強制性暴力的手段，再加上這個國家的機制，強迫勞動產出，低溫、飢餓、疾病，還有過勞，造成差不多100萬至200萬人死亡，為國家提供廉價甚至無償的人力。很慶幸的，雖然現在大多數的民主國家也好，共產國家也好，不需要用暴力來強迫勞動，可是呢，我們這些社畜呢，還是需要拼命的去工作。這是為什麼呢？你並不是被你的組織強迫去工作，而是被生存慾望強迫的活下去吧。就比方說房貸、學貸、醫療費、生活成本，他們告訴你這些是生活的必須，再加上非必需品買到的快樂，比如豪華名車、旅遊消費、購物等等。所以現在的奴隸制度其實已經是自動化了，它讓你有這個經濟壓力，然後再加上這個社會的敘事，告訴你什麼是好，什麼是你需要，什麼是你應該追求的，然後呢，讓你自願的去投入這個現代版的奴隸系統裡面，讓你沒有時間去想到底我活着是為什麼，我工作是為什麼。當人人都開始相信不努力就會失敗，就會輸給別人，不成功就是你無能，或者是不拼命你就會被淘汰，這種心態就造成了今天我們所謂的內捲哦。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自願性的進入這種無止境的廝殺，拼命的勞動。是生活在山西的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小縣城，我們這兒就職水平，幼兒園的老師實習期一個月工資800塊，然後我問他轉正多少錢，轉正1000多。轉正了1000多，只有那些有經驗的老師，工作好多年的，能賺到1800、2000多一點點的工資。我們中國的現狀是什麼呀？就是內捲，捲到處都在失業，到處都在加班，服務員、外賣員累得都能哭出來。外捲呢，捲到處都在受限，全世界其實都在防着我們，因為我們真的已經把全世界的製造商幾乎都捲死了。那我們自己賺到錢了嗎？沒有。這種病態的勤奮正在毀掉我們每一個人。所以內捲是什麼？內捲的問題是在於資源並沒有變得更多，而競爭變得更激烈。當機會是有限的，努力變基本的門檻，競爭就變成無限的加碼了。結果你越努力，回報卻越少，然後每個人都越來越累，沒有人真正的得到更好的生活。並不是你不夠好，只是這個規則讓大家抱着一起同歸於盡的感覺。所以這個現象同時就產出了另一組人，就是看到了這一些都是沒有意義的競爭，就算你再拼命的工作，你還是達不到這個社會的標準，就是你還是沒有辦法買房子啊，升值無望啊，生活品質並沒有改善，就是你做的再多都好，你還是 stuck 在那個地方，所以漸漸的就越來越累，越來越消極，就慢慢變成了一種躺平現象了。就好像玩一組遊戲，你再怎樣努力都過不到關，你漸漸的也不想玩了吧。
當我們這種自願勞動的時代過去啊，新一代多麼努力也沒有辦法得到回報的時候，就是那種階級固化，大家就比較傾向於選擇躺平啊，或者是打吧啊 don't care 的那種態度。當這種社會意識形成了，就會結構性的消費降級哦，縮小開銷，選擇單身不結婚，不會要小孩，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資本支出，所以就回到了人作為人的生命的意義了。高壓力的國家，然後日本啊、韓國啊，那個自殺率越來越高，然後很多的宅男宅女那些憂鬱、焦慮、社交障礙。因為大家已經失去了活着的根本，是一個大環境的趨勢吧。